第25章，最后，我回公司了。公司内部的气氛可以说是诡异，8个部门的人都陆陆续续的从外面赶回来。内网上有通知，各部门业绩截止晚上8点，8点召开全公司业绩总结会。我从门口走进来的时候，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如果是平常时候，我签了这么大的单，回来肯定会拿起锣锤，狠狠的把门口的锣砸响。但是今天我非常的内敛，什么举动都没有，就那么平平静静的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。老唐凑过来道：“你牛逼，请喝酒啊，等会儿就去。”我没有自己去财务，而是把合同和钱都给了马从静。方柔帮我打开了内网的业绩排名，我看到自己的业绩破9万，而温小兵的业绩还是8万4千多，比我低了6000多。现在的时间是下午6点，离业绩截止的时间还有2个小时。全公司业绩的排名，我的名字排在了第1位，平江第2位，温小兵第3位。公司陆续回来的人都在关注内网，我的业绩更新之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一个新员工业绩占据了博越深圳公司的第1名，仅此一点就足以吸人眼球了。04年那个时候，我9万多的业绩，月收入破了2万。那个时候很多深圳进厂打工的人，一年上楼都挣不了这么多钱的。我记得当时宝安车站附近的房价还只要4000出头一平，像这样我干几个月就可以在宝安买一套房了。这样的收入惹人羡慕是肯定的。到7点，内网的业绩在不断的变动，但是排名前3的业绩没有变。现在最大的悬念就是三甲之间的变化，因为排在第4名的离我们相差接近3万。7点05分，平江回来了，他把手提包拿在手中摊了摊手，表示自己今天没有干到单。巴布这一边几个兄弟沉不住气，已经开始欢呼了，因为这意味着我至少可以保证领先平江了。最后的悬念就是温小兵了，我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，很紧张啊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能够成为公司销冠呢？如果成为销冠，我应该还有一个大红包。关键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荣誉，而是面子，而是江湖地位。我是个要强的人，我不服输。温小兵想要压我一头，我就偏偏要跟他斗，不仅要斗，而且我要赢。我觉得自己赢了，因为温小兵这个时候还没出现，十有八九是拿不出单来。我在想，如果我赢了，今天晚上我和部门的兄弟去哪里嗨？我一定要喝酒，跟老唐2人不醉不休。7点10分，公司各部门忽然嘈杂起来。温小兵大步流星的从电梯里走出来，他昂首阔步走到公司前台，然后站在前台目光逡巡打量所有人，最后他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，他嘴角微微翘起，笑容很得意。他慢慢踱步走向巴布方向，走到我的坐席旁边。陈斌，我知道你出单了，2万8是不是？我承认你有点东西，但是你要挑战我还嫩了一点。温小兵冷冷的道，他把手提包拉开，从里面拿出2沓钱，一沓1万，一共2万，有这2沓应该够了吧？哈哈。温小兵说完哈哈大笑，笑得无比的张狂。巴布是新部门，你们要承认差距，举全部门之力来斗我一个人，你们以为能赢？现在结果如何？你们10个人一起干我，我依旧把你们干趴下。温小兵说完，目光冷冷的扫过巴布所有人，狂傲的很。他去财务交单，内网的业绩更新，温小兵10万0的业绩超过1万4，稳稳到了第1位。我操，我把手中的一支笔直接撇断了，心里不爽的很。我有一种冲动，想立刻打电话给谢明军，或者给邓开进，反正我见过的那些老板，我签过单的那些老板，我都想找他们，让他们再给我涨点业绩。只可惜时间来不及了，这个月我注定要被温小兵压在下面。老员工手中有老单，很多网站的尾款他们随便都能收。方柔道，他像是自言自语，其实在安慰我。ZX， 当然他也是安慰自己。巴布这个月很难，尤其是下半月竞争到白热化的时候，巴布被其他部门针对，那种憋屈难受的感觉，每个人都感同身受。我和温小兵之间的匹配，巴布给予了最大的期望。如果我能赢，巴布就算经历了再多的黑暗，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。可是马从静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算了，不是销冠也没什么，下月再战。有一点你要清楚，不管你是多少业绩，他们都能比你多，所以啊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我明白马从静的意思，温小兵肯定早有准备，一部那么多销工和高商，他们完全可以留一部分余地不上交，只等我的数字出来了，他们再压我一头就行。所以这一次我落败看似惜败，其实一切都在别人的算计之中。不过纵然如此，我还是不服，反正就是心中很不爽，觉得憋屈难受。叮叮，7点30分，我的手机忽然响了，我一看来电，脸色一变，我低头接电话，丁小姐，您好。接到丁子的电话，我非常的意外，而让我更吃惊的还在后面。丁子道，陈斌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来一趟10楼。我们马上公司要开会，能稍微晚一点吗？丁小姐，是吗？我就希望你立刻马上过来。丁子道，我犹豫了一下，道，好。我挂了电话，跟马从静道，我下楼一趟。我一路小跑到电梯门口，
心中琢磨丁姿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是什么事情呢？要知道我和丁姿也仅仅只是吃了一顿饭而已，谈不上太熟，他不可能会主动约我。我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，电梯已经到了，我想立刻往回跑，却犹豫了一下进了电梯。进了电梯之后，我立刻给老唐拨电话，我道：老唐，用最快的速度把我的包送到10楼，快！老唐也被我整懵了，靠，你还有招？